来，新玩具 DX9 Mini 的小诸葛连，作为一款小级别的头领战士啊，距离这家上一款推出的郭文也算是有一段时间了。目前的这一款是一个样板件阶段的东西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变形结构设计如何吧。首先来看飞机的形态，该有的一些元素以及飞机整体的一个造型是有做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也看一些玩家反馈啊，这一块像是乐高积木堆砌起来的，确实边边角角的这些地方流线型的这种弧度没有做得太明显啊，感觉尖锐的地方，尤其像这一块，它做了一个斜着的胯部造型，就感觉堆叠起来棱角分明。前方机头的位置，武器插在这里，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的造型。上方这里驾驶舱盖可以打开。头领战士小人儿坐在里边，哎，真实的驾驶。不过呢，你如果把小人摘出来以后啊，这块的驾驶舱盖它是两段的，这个我看官图还容易塌下去啊。如果小人顶在里边，拿脑袋顶住这个边缘的话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整体的配色方案选择的是动画片里的造型，发这种青蓝色。玩具的造型是那种偏青绿色的，而且头雕不太一样。基于玩具造型是一个口罩脸，也是后来 IDW 漫画里边所选择的造型。但是老动画片里边确实是这个嘴版的脸。哎，这次脸部的刻画，两个法令纹看起来挺深的，就感觉这小诸葛亮很苍老。变小人也很简单，两段关节往出一翻。但是可惜胳膊这一块并没有什么活动的关节，也是因为尺寸太小了，这个镜头聚焦的极限了。但看着能发现眼睛和嘴巴的刻画，各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飞船的状态啊，其实包裹的完成度还是可以的。下方这里是两条腿，并没有什么起落架。那我们也是进入变形过程，来看看 DX9 Mini 如何设计这一款小诸葛亮。首先把机头的两个武器摘下来，这个武器是一个原装，插在这里边吧。虽然说固定的能放，但是这个原装会来回的摆动。好，现在开始拆胳膊，在肩头的位置和小臂下方这里有两个卡扣，这两块同时的卸开，然后咱们往上折一下，打开两个扣子，哎。同时的折开后方的这一块，顺势也就翘起来了。接着看中间的这个位置，再往起提，根部这里有两个结合的插扣，固定在这里。好，腰部这里我们先折开，胸口位置在翻开这块面板的过程中，需要转动侧面的这两块，稍微的让开一点点角度，把这倒角让出来。再往下折，边折边转，哎，肚子这个样子才可以打开。然后机头一段折叠，两段折叠，卷一下，卷过来之后，侧面的这两块旋转180度，把这个胸口倒三角的造型做出来。同时翻过来的两个扣子，还有竖着的这两个扣子，4点同时压合，对准。好，完全的固定起来。那胸口的造型我们现在就有了。它这回的设计做了假的驾驶舱，来实现这个质量转换的技术啊。为什么要设计两段关节呢？我们把它抬起来，往下折一点点，顺着这里边钻过去。好，黑色的这个零件我们转上来，最后是要挂在这个钩子上的，所以根部的这些关节往下折叠，再往上提，一个 Z 字压好，上边的这个黑色的框子在。勾上，挂住。好，这是一段锁定。第二段锁定，两个肩膀的关节90度翻下来，跟这个口插上。啊，身体现在就出来了。胳膊的变形，两段关节我们把这里展开，然后旋转180度，顺着这里边抠开，把小拳头放出来。小臂没有偷胶，展开，旋转180度，然后抠起来，打开，这块还挺紧的，翻，压，好，
回归下来之后，注意肩膀的变形，这里是一个双关节的磨盘旋转，先把它往下折，再往后搓，这一块折好，相当于把一个机翼伸到了里面。哎，上半身我们现在就搞定了。腿部的变形处理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往开翻这一块白色的零件，根部这里有插着的2个扣子，跟脚底下一个凹孔这里结合着，把它打横90度。接着裆部这里又有一个结合的扣点，我们先整个的把身体往后抬，搓开，接着拆开了下方的双扣子之后，双关节再把膝盖拉出来，拉长，左右插扣打开。胯部在往开翻的时候啊，注意把侧面的裙甲先打出来，哎，这样展开。后屁股甲180度折叠上来。来，从腿部内侧来看，先把这一块翻出来顶一下，把前方的脚尖90度抠下来，再把这一大块填到腿肚子上，这里有插扣进行结合。另外的一边同样90度，脚踝这里腾出来一点点空间，刚刚好够你把手指垫进去，抠出脚丫子，再把这一块插合。好，双腿我们就这么简单的搞定了。最后一步 ，head on， 脑袋往上一插，打开胸口的面板，拉进来看一下，也是因为尺寸太小了，能量数值调这里只是一个造型的涂装，并没有一些联动的机构。头部的造型做得很帅气啊，这个脸做得很漂亮。脖子360度旋转没有问题，其实就是小人的那个脖子关节。肩膀平举，差不多可以折到90度，因为根部这里边是双段的关节，一个球桩再套一个轴进去，所以肩膀是可以稍微的上下调整一点点位置的。也因为球碗的这个开口可以前后的稍微假装它有一个蝴蝶关节。360度旋转是在球上面，二头肌360度旋转，胳膊肘、曲臂2段关节可以抬到挺高的幅度，手腕左右可以旋转，腰部360度 ，Z 字折叠的弯腰关节，后边这里折下来会显得脱肉。背包的处理不算大，算是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从后边看是这样的造型，中间这里会有一个窟窿，胯部前踢。可以踢到非常大的范围，因为这个轴是偏前方的，所以保证了一个前踢的大范围之后，几乎就没有后踢的关节了。侧抬的话，打开裙甲在45度左右，大腿根部这里左右有旋转，膝盖这里这一段关节可以折到90度，但也因为变形的需要啊，可以实现2段关节的折叠，把那块变形的关节也算在内。团起来，哎，腿部的可动幅度就很大了。但是从前方看，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大窟窿，也是啊，我觉得这个膝盖其实应该有一些改进的地方。它在人形的状态下，并不能很好的去固定，也就是说，这个 Z 字折叠到这一块，仅仅是靠大腿前方这一块的造型和膝盖的边缘搭了一下，这样去扣。当然现在嘛，目前玩具还比较新，所以玩起来的话不会出现什么晃荡的情况。但是玩多了以后，这一块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锁位的话，我觉得会有一些担心。大脚丫有接地的关节，所以理论上这款的可动幅度还不错，可以摆出来一些经典的姿势。但是膝盖这一块也是很容易穿帮的。倒是人形的还原效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对动画片里边的这个角色塑造还原度做得非常高，而且颜色调得很正。后边和内侧倒是都有用零件遮挡。但是脚踝这里如果接地关节摆的幅度过大的话，它脚掌这一块往内折的这个空洞就容易暴露出来边缘的缝隙。倒是总的来说吧，毕竟是一款小比例的玩具，能完成度做到这么高，其实也算是不错了。毕竟这款小玩具变成人形之后，高度也只有不到11公分，所以在这个尺寸之下做出来的小诸葛亮，应该也是目前市面上出过这个相关角色里还原度做的最高的了吧？那么大家觉得 DX9 mini 的这一款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大家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